我帮公司谈了一笔2亿订单，可公司为了不给我提成，竟要求我垫付120万预付款，以此来逼我主动离职。林川，那笔星海科技的单子120万的预付款，你先垫一下。张经理，你再说一遍，多少？120万。公司最近资金链紧张，王总的意思是你先垫付，等款项下来了就给你报，你应该明白。我明白什么？这已经不是荒唐，而是赤裸裸的侮辱。张经理，这个要求不合理，我无法执行。不合理，这是公司的决定。林川，别给脸不要脸，这个单子多重要，你自己清楚。要是黄了，责任你担得起吗？有时间在这里跟我掰扯，不如想想怎么去凑钱。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回到工位，打开公司内部的系统，再次提交了那份早已准备好的预算申请。那一行行冰冷的官僚黑话，像是一道道锁链，要把我牢牢捆死在这座压榨的机器上。我感到胸口像是堵了一块巨石，沉重的无法呼吸。这个单子是星海科技的采购大单，我跟了一整年，它不仅关乎我那点微薄的奖金，更关乎整个销售部今年的 KPI。我拿起手机，指尖在屏幕上悬停了许久，最终还是拨通了销售总监李明的电话。小林，有事吗？我将张经理的要求和盘托出，语气中带着最后的期望。小林，这个事我知道，但公司最近确实有点难处，你就先顶一下，你能力强，客户也认你，这个单子非你莫属。等项目回款了，我保证一定给你申请一笔丰厚的额外奖励。他熟练地画着大笔，每一个字都透着虚伪和推诿，摆明了就是要我来扛这个雷。挂断电话，我打开了浏览器，输入了竞争对手瑞丰科技的名字。那股被压抑了5年之久的愤怒、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冰冷的决心。我用一个新注册的匿名邮箱发送了一封邮件。就在这时，李总打来电话。小林，怎么样了？钱的事情想好办法了吗？正在努力推进，但财务预算卡得太死，星海那边意见很大，我也无能为力。再想想办法，一定要想想办法，这个单子绝对不能丢。王总今天早上还在念叨这事儿呢。好的，李总，我再想想办法。几天后，我刚走进公司就被王总喊到了办公室。林川，你告诉我，那笔星海科技的订单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怎么我听李明说，那边好像已经跟瑞丰科技签了意向书？王总，关于星海科技的订单，我上周5就已经在邮件里向您和李总监详细汇报过。对方要求我们在本周1之前必须支付120万的预付款，否则他们将启动备选供应商方案。听闻此言的王总脸色铁青。我按照流程第一时间就提交了预算申请，但公司的财务一直没有批准，而且我已经尽力争取了。但张经理明确表示公司资金紧张，不可能垫付如此巨额的资金，要让我垫付这120万，这是他的原话。你说什么？张经理他怎么敢？这是1年里公司最重要的订单。所以为了不耽误客户的项目进度，我已经按照客户的要求，将这笔订单的相关接洽方式转给了有启动资金的瑞丰科技。毕竟作为销售，我们的首要职责是满足客户需求，确保客户项目能顺利进行。既然我们公司无法满足，我只能为客户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王总颓废地坐在老板椅上，办公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现在知道心疼了，早干什么去了？林川，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这笔订单对公司意味着什么？近千万的合同，全年1/3的业绩，你这是背叛，是吃里扒外。你把公司的命脉亲手送给了对手。王总，我没有背叛公司，我只是严格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定在办事。既然公司无法满足客户最基本的合作要求，那么这个合同从那一刻起就已经与我们无关了。但我的职责是促成订单，既然公司放弃了，我只能为我的客户寻找最优质的解决方案，来维护我作为销售顾问的专业信誉。你少玩这套文字游戏，是你亲手把客户推给了瑞丰。林川，我告诉你，我会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你别想在这个行业里好过。他抓起桌上的电话，打给了销售部。李明，给我滚过来！不到1分钟，销售总监李明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王总，您找我？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好兵，公司的订单都被他卖了，你还在梦游。我告诉你，李明，立刻马上想办法把这个单子给我追回来，否则你跟他一起滚蛋。当初你让我顶一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可就在我准备看戏时，王总的怒火却转向了我。林川，从现在开始你被停职了，你这个月的工资、奖金1分钱都别想拿到，公司要对你启动内部调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让你身败名裂。瑞丰科技销售总监的位置，年薪7位数加公司5%的股权，团队你随便挑，预算无上限，你看如何？全场瞬间安静下来，同事们都惊呆了，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7位数年薪加股权，这待遇在行业里简直是天花板级别。而李明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从地上爬起来，扑到陈总面前，死死抓住他的胳膊。陈总，我也想去瑞丰，我有10年的销售管理经验，我能带团队，我能帮瑞丰拿下更多订单，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李总监，我来之前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了，克扣员工奖金，虚报项目开支，转移客户资源，甩锅给下属。瑞丰科技从不录用品行不端之人。李明彻底崩溃了，双腿一软又要跪下，却被瑞丰的助理死死架住。林川，我错了，我把贪你的钱都还你，3倍、5倍，我给你打欠条，求你给我条活路。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李总监，你欠我的不是钱，是公道。当初你让我垫付120万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我留条活路？你把我的辛苦当成理所当然，把我的权益当成你的囊中之物，现在落到这个下场，纯属咎由自取。保安很快赶了过来，拖着哭喊不止的李明离开了办公区。喧闹过后，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释然的安静，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每个人脸上，那些积压多年的委屈，似乎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出口。林川，别让这种人影响心情。瑞丰那边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独立办公室，团队架构你可以自由搭建。之前跟你一起被压榨的同事，只要他们愿意来，瑞丰一律敞开大门，待遇比现在翻倍。各位，我知道大家这些年在这儿受了不少委屈，垫付的钱报不下来，辛苦的业绩被抢走，加班加点却连基本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瑞丰那边有更好的待遇，更公平的制度，更透明的管理，愿意跟我走的，明天瑞丰科技1楼大厅见。我去，川哥在哪我在哪，跟着你心里踏实。我也去，我女儿已经毕业了，正好让她也来瑞丰试试，跟着靠谱的人做事比什么都强。短短半小时，就有23个同事确定要跟我走。当天下午，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这家压榨了我5年的公司。而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属于那些作恶者的惩罚还在后面。我们离开后的第3天，原公司就彻底陷入了瘫痪，没有了核心销售团队，订单纷纷流失，董事会彻底震怒，派驻了专项调查组全面接管公司事务。短短1周就查出了大量问题。王总利用职务之便设立小金库，挪用公款近千万。李明多年来侵占员工奖金，虚报差旅费用，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调查组约谈王总的时候，我正好接到了星海科技王经理的电话。林川，瑞丰那边的服务确实靠谱，星海的项目进展很顺利。对了，我听说你原公司那边乱成一团了，王总和张经理互相撕咬，效果简直堪比年度大戏。他们怎么撕的？还能怎么撕？王总说拒绝你的预算申请是张经理擅作主张，他根本不知情。张经理直接拿出了录音和聊天记录，证明这一切都是王总授意的，还说王总让他不惜一切代价节省开支，把账面做漂亮，甚至暗示他用各种理由克扣员工报销给小金库输血。现在两人互相指责，把所有的脏事都抖了出来。调查组已经把他们移交给司法机关了。1周后，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王总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张经理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款50万；李明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他虽然被判了缓刑，却彻底成了行业里的过街老鼠，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录用他。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半年过去了。瑞丰科技的新事业部在我的带领下，业绩一路高歌猛进。瑞丰科技的庆功宴上，今天我要敬林川一杯，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星海科技的2亿大订单，还带了一支如此优秀的团队，让瑞丰的销售额在半年内翻了3倍。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站起身，拿起酒杯，看向身边的老同事们。这杯酒，我要敬大家，敬我们没有在压榨中低头，敬我们没有在不公中妥协，敬我们终于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尊重和认可。酒过3巡，星海科技的王经理带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林川，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张总，他听说了你的事迹，特意过来想跟你聊聊后续的合作。林总久仰大名，你的魄力和专业度在行业里可是传为佳话。我们集团接下来有一个10个亿的采购计划，想跟瑞丰科技达成长期战略合作。这个项目我们希望由你亲自牵头。张总，感谢信任，瑞丰一定会拿出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就在这时，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是李明发来的短信。林川，我错了，真的错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当初不该那么对你，希望你能过得好。我看着短信，没有回复，只是轻轻删掉了。有些人的道歉来得太晚也太廉价，他当初种下的因，就该自己承担接下的果。我拿出了一沓文件，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王总，在谈法律责任之前，我们或许可以先理清一下事实。这是我3次提交预算申请，3次被系统驳回的邮件记录和截图。这是昨天上午我和财务部张经理的对话。120万，你先垫一下，公司资金紧张，这是走流程，你应该明白。王总盯着桌上那堆证据，脸色铁青。李明站在一旁，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所有的操作都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如果您要追究，请先查明财务部为何拒绝批准一笔对公司生死攸关的预算，以及公司内部这种荒唐的财务政策究竟是谁制定的。我看着眼前几乎要崩溃的王总，知道我已经成功的将这场危机转移到了公司内部的管理和财务问题上，但这仅仅只是开始。王总，恕我直言，我已经以个人名义向上级税务主管单位实名举报了公司财务部门存在的一些违规操作，还有我偶然了解到的关于公司内部某些账目不清的灰色操作。我想调查人员应该会很感兴趣。王总向后退了一大步，身体撞在书柜上，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知道这场反击才刚刚拉开序幕。果然，第2天我被叫到了一个会议室 ，HR 经理、法务部主管、张经理都在。林川，我们收到举报，你在处理星海科技订单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涉嫌损害公司利益，私通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外面偷看的同事也开始议论了起来。听说了吗？销售部的林川私下收了瑞丰科技的回扣，才把我们快到手的单子给卖了。我就说他平时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没想到心这么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为了钱连公司都敢卖，这种人就该送去坐牢。仅仅一晚上，我就从一个被压榨的受害者，被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叛徒。
林川，你提交的预算申请本身就不符合规范，金额巨大却没有任何风险，备用金说明。而且你明知道公司资金紧张，还故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提交，你的动机本身就存在诸多疑点，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在为自己后续的背叛行为提前铺路。张经理，我的预算申请完全是按照合同要求来制定的。至于规范问题，我提交了3次，如果第1次不规范，财务部为何不在驳回时明确指出，而是简单的用一句不符合政策来打发？这是不是财务部的失职？那么您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银川，我们现在不是在追究谁的动机，我们是在调查事实。你必须解释，为什么在公司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联系竞争对手？我没有联系竞争对手，我只是为我的客户提供了另一个解决方案。至于客户最终选择了谁，那是客户的自由。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想从我的工作流程和聊天记录里找把柄，可他们失望了。我这5年每一步都走得规规矩矩，比他们要求的还要规范。最终调查不欢而散，走出会议室，我用私人手机给星海科技的采购负责人发了一条信息：王经理，听说贵司已经和瑞丰科技展开了合作，他们的实力确实雄厚，相信能为贵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是啊，还得多亏你的提醒，瑞丰那边的效率确实高，1天之内所有手续都办妥了。说实话，你们公司这次确实有点可惜了，你是个很优秀的销售，以后有机会我们个人再合作。接着我在网上论坛发了帖子，我要找到更多和我一样被压榨的人。当晚我就收到3封私信，都是像我一样垫付后申报不下来的，还附赠了一些证据。而我将证据整理好加密匿名发送了3个地方：公司董事会的公开邮箱、有影响力的商业媒体的爆料邮箱，还有本地税务局和纪检委的网上举报平台。不久后李明又来找我了。林哥，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这件事是我不对，是公司不对，你看事情能不能就到此为止了？李总，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董事会已经派人下来了，外面的记者也打电话到公司来问了，再闹下去公司就完了，公司完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李总，当初你让我自己想办法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公司会完？当初你为了自己的业绩，把所有的压力都推给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留下李明一人呆愣在原地。我知道火已经烧起来了，可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媒体爆料该公司财务制度混乱，高管以权谋私，我们公司股票市值蒸发了近2个亿。王总召开紧急全员大会，各位同仁，请大家相信，公司财务部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一些个别的疏忽，我已经责令相关人员停职反省，并承诺会彻查此事，给大家一个交代。这次的星海订单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但就是因为个别员工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订单流失，给公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您刚才提到财务部的行为是个别疏忽，对于我前后3次提交的120万预算申请，财务部为何一直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强硬拒绝，并且要求我个人先行垫付？这是否也属于个别疏忽的范畴？什么？让员工垫付120万？我的天，这是真的吗？太离谱了吧！难怪单子会丢。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起，王总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林川，你不要在这里混淆视听，造谣生事。我没有理会他，而是走到台上用手机连上了话筒。120万，你先垫一下，这是公司的决定，别给脸不要脸。小林啊，公司确实有难处，你就先顶一下，回头给你申请额外奖励。你竟敢录音！会场彻底失控了，王总的谎言被我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撕得粉碎。我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走出了会议室。公司内部彻底失控了，员工集体提交了辞职申请，董事会终于被彻底激怒了，他们不再相信王总的任何解释，直接派驻了调查组。王总和张经理第一时间被带走审查。是张经理擅作主张，曲解了我的意思，才做出了拒绝预算的愚蠢决定。你胡说，明明这一切都是你授意的，让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节省开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账面做漂亮，甚至多次暗示我可以用各种理由克扣员工的报销，为你那个小金库输血。一场狗咬狗的大戏在全公司面前上演，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而我成了这场风暴中最平静的人。不久后，我接到了瑞丰科技陈总的电话。林川，我是陈峰，星海的单子我们已经顺利拿下了，我个人非常欣赏你的能力和魄力，有没有兴趣来瑞丰聊聊？我们销售总监的位置正好空着。就在这时，李总监找到了我，他堵在我的工位前，做出了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动作。林哥，我求求你了，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看着跪在我脚下的这个男人，这个曾经对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上司，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当初你把那120万的重担压到我身上时，有没有想过我也有房租要交，也有生活要过？李总监，你还记得吗？前年我谈下一个小单子，2万块的奖金，你以团队贡献为名拿走了1万5。这些年我替你背了多少黑锅，垫付了多少根本报不下来的小钱，你也有今天。林哥，我知道错了，那1万5的奖金我早就想还你了，那些黑锅也是王总逼我让你背的，我也是身不由己啊。身不由己，这是去年你克扣我3000块差旅费的报销单，备注写着非必要支出，可那是我跑了3个城市的交通费，还有你拿走我1万5奖金后，转头就给你情人买了包，你以为我不知道？原来他是这种人，之前还装得挺像回事儿，难怪林川不肯放过他，换我也忍不了。不是这样的，
这是误会，那是客户送的礼物，我只是帮着代收。客户送的，这是你去年3月17号晚上和你情人的微信语音，要不要让大家听听？亲爱的，你送我的包包太好看了，闺蜜们都羡慕死我了。小意思，刚从手下林川那儿拿了笔奖金，他小子就是个冤大头，干活拼命拿钱，还少不坑他，坑谁？语音落下，办公区瞬间炸开了锅。我的天，原来他是这么压榨林川的，太恶心了吧！踩着别人的血汗讨好情人，难怪林川这次要硬刚，换我也忍不了。我之前的奖金也少发了，会不会也是被他贪了？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李明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眼神涣散，双手胡乱的挥舞着。不是这样的，是伪造的。林川，你伪造证据，陷害我！陷害你？那你解释一下。去年6月我去西北对接3个城市的客户，来回的高铁票、住宿费加起来3200块，你批报销的时候直接打回，备注写非必要支出。你知道我为了省路费，在西安火车站候车厅坐了1夜吗？我把报销单甩在他脸上，纸张划过他的脸颊，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还有这个去年的销售提成，公司规定的提成比例是3个点，到我手里就变成了1个点。你说公司效益不好，暂时将提成，结果月底你就换了辆新车，首付20万，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李明的脸色越来越差。就在这时，行政部的老陈推着眼镜，慢慢从人群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李总监，你还记得我女儿小陈吗？去年她来公司实习，你以实习生薪资标准为由，每个月只给她发2000块工资，可公司规定的实习生薪资明明是3500，我女儿为了凑房租，每天下班还要去餐馆端盘子，累得直不起腰，你于心何忍？还有我上个月谈成的那个50万的单子，你说客户投诉服务不到位，扣了我1半奖金，结果转头就把我的客户资源转给了你外甥，还让他顶替我的名字去领了全勤奖，这事你敢否认吗？越来越多的同事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控诉着李明的所作所为。每个人手里都或多或少拿着证据，有报销单，有聊天记录，还有考勤表。原来这些年李明的压榨从来不只针对我一个人，办公室里早就积压了满肚子的怨气，只是没人敢第一个站出来。李明看着围上来的人群，脸色从惨白变成铁青，像极了一只被逼到绝境的困兽。就在这时，办公区的玻璃门被推开，瑞丰科技的陈总带着2个助理走了进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也只是微微皱了皱眉，随即径直朝我走来，递过来一份烫金的聘书。林川，我今天来，一是给你送聘书，二是想亲眼见见你这位敢作敢为的人才。